皇上，臣妾来侍寝啦！别小心！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陛下悠悠被娘娘砸晕了。3个大肉包，还你替我女儿入宫，你可愿意？听说宫里的山珍海味是老百姓一辈子都吃不着哦。愿意。这姑娘瞧着瘦小，这儿有些吃剩下的饭菜，都赏了你吧。我是饿了，但我不是饕餮。这孩子胃口真好，不如招进寿康宫陪着吃饭，也好能缓解您的厌食之症。好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心开心，吃得香，赏。谢太后，吃得香，睡得好，还有钱拿。等出宫了，我就开个小饭馆，养群大胖鸡。梅叶鲜矣，就得这样圆润的姑娘才能生大胖儿子。皇上外甥后宫那一堆衣架子，能生出来个屁！哀家怎么没早点想到，直接封喜嫔赐给皇上啊！太后娘娘，你怎么能把一个知道吃的玩意儿赐给皇上呢？您就不怕他被人笑话吗？就是这个皇上，后宫有除了吃一无是处的妃子，真没品味。真的，皇上每次来都阴恻恻的盯着我，他肯定嫌我太能吃了，他不可能喜欢我的。姐姐，你太明正了，就得给我皇上外甥安排这样的。直接封喜嫔吧。牧羊啊，你终于不用出宫过孤苦伶仃的日子了。那个，你饿不饿？要不要吃宵夜？虽然我晚上吃了2盘红烧肉、1只酱油鸡，还有虾仁小馄饨和烤羊肉，这会儿还不饿。但是皇上想吃的话，我还是可以陪你再吃些的。宵夜吃什么？喜嫔胃口还真是好啊。宵夜给你来点冰皮玫瑰糕，可好？再配一杯牛乳茶就更好了。别光吃啊，小祖宗，上啊！朕自己来。这平日里一本正经的皇上，私底下这么孟浪的吗？哎呦，不错。哎，别走啊！喜嫔，这样看你的脸真的好圆啊，像年画里的娃娃。见过夸人的，没见过这么夸人的。我谢谢你啊，皇上。睡吧，今天晚上就这么着吧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你让我睡的，现在又闹这一出，你是不是变态？皇上恕罪，臣妾该死，臣妾没睡醒。你会挠背吗？这都什么癖好？不过别说，她的皮肤真白啊，身形真好，这线条嘎嘎的。原来除了吃的，好看的人也能让我心花怒放。留在宫里好像也还不错。皇上，上朝要迟到了。喜嫔劲儿真大，有的朕压根起不来。谢谢皇上夸奖。罚你不许吃饭，等着我一起用早膳。昨晚怎么样？还不错吧。合着昨天晚上没圆房啊？那你刚才不错个什么啊？给皇上挠背啊，我就这么从左往右，再从上往下，皇上可享受了，哼哼的跟什么似的。那个，我吃饱了，先溜了。完了，当了皇上的女人，这地位真是直线下降，麻烦找上门了。哟，这不是我们那3口1头猪的喜嫔吗？看这圆润的模样，当真是喜庆的很啊。本宫说话你竟敢不理，如此不敬，就在这跪2个时辰吧。小主，要不奴婢去请太后或者皇上？别去，我算什么玩意儿？为了这点小事搬救兵，往后只会让人更讨厌。
起来。腿麻了。皇上，要不还是放我下来吧，万一给您压坏了，这罪名我背不起。别乱动，你虽然能吃，但朕不至于抱不动。可你手都抖。皇上，叫念来了。皇上，喜嫔娘娘身体康健，的确很适合生养。以后谁再为难你，直接打回去。啊，这我想都不敢想。他们不敢欺负有孕的喜嫔。有孕？我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明明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啊！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？我该记得什么？罢了。皇上，其实太后那边，您看能不能再去通融通融？兴许她老人家一高兴就改变主意了呢。您看啊，我比您还大3岁呢。按理说，我这年岁在后宫里都不算小了，配您这风华正茂的年纪，实在是有点老草吃那秧的意思。民间不是有句俗语吗？女大3抱金砖。朕这皇宫里刚好缺几块像喜嫔这样厚实的金砖。皇上，您知你也是不愿的，咱俩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？不若我想个法子，要不让我假死出宫吧，咱们演场戏，省得太后娘娘天天盯着，非要逼迫你和我圆房。喜嫔，朕这辈子不愿意做的事，谁也强迫不了，包括纳你为嫔。这皇上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难不成是平日里山珍海味吃腻歪了，突然想换换口味，尝尝我这样的小咸菜？包括纳你为嫔。小主，大喜事，您猜怎么着？刚刚午膳的时候，皇上去贵妃宫里了。他去贵妃那儿吃午膳，算哪门子大喜事？我这正好省了伺候。可结果皇上没吃2口就摔了筷子，当众斥责贵妃御前失礼，言行不敬。这会儿啊，贵妃正顶着大太阳在永安宫门口跪着呢。啊！贵妃那性子，皇上平日不是最能忍吗？今天这是唱的哪一出？这该不会是皇上在替小主出气吧？夏儿，以后这种话少说，我得时刻记着，我沈牧阳是什么脸面，皇上那是什么脸面。我要是敢往自己脸上贴金，怕是死得比贵妃还快。小主，您就是太小心了，别的妃子都恨不得皇上为他们杀人放火，您倒好，就想着那一口吃的。夏儿，你不懂，遇见林老爷之前，我压根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家在哪儿，我只记得那种饿到骨子里，饿到连喘气都没力气。我不想再经历第2次了。我以前想啊，这辈子能吃饱饭就行。进了宫，我觉得能自由自在的吃饱饭就行。那现在呢？现在的梦想啊，就是能活着，每天吃饱饭，足矣。小主，您就没想过找找自己的亲生父母？万一他们是大户人家呢？普天之下，我去哪儿找？我对以前的事儿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在这深宫里，吃饱了肚子不叫，心就不慌，其他的随缘吧。听说东行宫修好了，那可是前朝最奢华的地方。皇上今日要带人同往，我这身流彩暗花云缎裙可是昨夜新赶出来的，定能入皇上的眼。穿得再好看有什么用？皇上此行东行宫，定是要挑最得力的，哪像有些人啊，一副圆润的像球一样的身子，怕是连轿门都挤不进去。哼，挤不进去才好呢，我还嫌东行宫远，走路费劲呢。臣妾参见皇上，参见太后娘娘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东营宫修缮已毕，朕陪太后去参观。此次行程从简，主要为了让太后宽心，后宫嫔妃一概不带。皇上，东清卫宫路途遥远，臣妾等也想在侧伏后，贴心伺候皇上和太后啊。是啊，皇上，臣妾听闻东庆宫风景如画，臣妾愿意随驾，哪怕只是为皇上研墨也好。贴心伺候，朕看你们这一个两个弱不禁风的样子，怕是走2步就得人抬。谁要是能像喜嫔一样，哄得太后每顿多吃1碗饭，谁就一起。每顿多吃1碗，那本宫这腰还要不要了？为了出个宫，要吃成喜嫔那样，臣妾宁愿在宫里待着。就是，没个好胃口，看再好的风景也没劲儿。牧羊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跟哀家上车。好嘞，太后。听说东行宫那边山脚下的野猪腿肉质最筋道，咱们中午能不能？准了，孙嬷嬷，记着给牧羊备着最大的那一块。小主，您刚才没看见那些娘娘们的脸都绿了，她们平日里为了不长肉，连晚膳都不敢吃，就为了能穿上那窄腰的裙子，哪敢像您这么大快朵颐。夏儿，你不懂，我这个赛道属于旁门，一般人真走不了。小主，您快看那廊柱上的浮雕，听说是内务府新请的老师傅按着旧样重刻的，真是精巧。这转角处本该有一对麒麟阵牌的。喜嫔娘娘好眼力，这处馆角确实在修缮记录里提过，说是前朝乱时被抢走了，
线下还没补上新的。小主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您从未来过这东秦宫，怎么说的跟自己家似的？我也说不上来，只是这一事一物，甚至这地砖的缝隙，总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喜嫔娘娘到了，这是皇上特意吩咐赐给您的住处，说是这儿离太后的寝宫近，方便您随侍。夕阳，夕于朝阳，这名字真烫口。小主，咱们快进去瞧瞧，皇上赐的地方定是极好的。小主，您瞧，这红玉兰开得多好，奴婢在京城还没见过花色这么浓郁的树呢。小主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可是哪儿不舒服？咱们刚到这儿，您怎么哭成这样了？痛，夏儿，我心口好痛。我明明从未来过这里，可看着这棵树，我就觉得它好像等了我很久，等的叶子都落干了，血都开尽了。小主，快别胡说了。孙嬷嬷说过，这东行宫是前朝行宫，当年改朝换代的时候，这到处都是死人，这里被打砸抢料过，到处都是血腥气。这树许是见多了那些，长得才邪性了些。小主，别想那些有的没的了。如今这里重新修缮，倒也能隐约的接见几分前人风灾。皇上宠着您，这才是实打实的好日子。前人风灾，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像是被血洗过的。小主，不对，奴婢该改口叫娘娘了。奴婢伺候您这么久，竟不知您盛装打扮起来，竟比那画里的仙女还要美上3分。夏儿，你掐我一下，这镜子里的人真是我。娘娘莫要怀疑，这世间的富贵美艳本就是为您准备的。今日是您的大喜日子，别说您不敢认，待会儿皇上来了，怕是也要瞧呆了去。皇上赏的您就受着，在这东行宫，皇上的话就是规矩。皇上驾到！朕的喜嫔，今日美得让朕不敢上前了。皇上，您怎么也穿得这么红？皇上，这不可，奴婢自己能走。上来，今日这东行宫没有皇上，只有要被新娘子上轿的新郎官。上来，别让朕等久了。他的背真稳，稳得让我觉得好像很多年前也有人这样背过我。娘娘坐稳了，皇上亲自在前面牵红绳呢，这可是咱大周头一回，您呐是独一份的宠。皇上，太后娘娘，这不合规矩，奴婢又何德何能？嘘，新娘子没揭盖头，可不能说话。牧羊啊，今日没那些规矩，哀家等这杯媳妇儿茶，可是等的骨头都快酥了。磕了头，你就是恩山名正言顺的枕边人。牧羊，朕等这一刻等了太久。皇上，老实讲，那事儿吧，我青涩懵懂很正常。可怎么感觉皇上他也挺生疏的，一点都不像传闻中玉女无数的样子？难道他也是？沈平阳，你清醒点，他可是拥有3宫6院佳丽3000的皇上，怎么可能？在朕这儿还能怎么着？小主，您可算醒了，现在什么事情啊？我怎么觉得骨头缝里都被人塞了秤砣，沉得要命。小主，这午膳时间都过了，皇上交代了，说您操劳过度，谁也不许进来搅了您的清梦。皇上，喜嫔娘娘醒了。醒了？那还不快伺候着？传膳，这不合规矩。朕想做的事就是规矩。这红宝配你的气色，倒显得鲜亮。累坏了吧？先喝点粥垫垫。刚才讲，这若是让宫里那些娘娘瞧见了，还不得极度搅烂了手脚？嘿，咱们皇上这是铁树开花，以前什么时候见过皇上给妃嫔布菜？皇上，你也吃，您看这么多菜。一时间分不清谁是皇上。小主，皇上对您这般隆宠，怎么您还愁眉苦脸的？夏儿，你不懂，原本我这心思总想着在这宫里捞够了银子，等年限一到就求了太后放我出宫去。可现在您可是皇上的宠妃了，多少人盼都盼不来的荣华富贵，荣华富贵能当饭吃，可他没自由啊。这下我是真出不去宫，皇上的女人出去也只能当尼姑了吧？出家那是犯了错才去的，可我又爱吃肉，尼姑庵里那清汤寡水的，我肯定也是做不来的。
皇上，您怎么没声没息的过来了？怎么，你还想着出宫？那不是随口一说嘛，发梦而已。发梦？我看你梦里精彩的很。哼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宫外有什么情人在等着你呢。真香！喜嫔这么能耐，心都飞出宫墙外了，想必也不稀罕镇上的东西。要吃自己盛。哼！哎呦，小气巴拉的男人，我是真惆怅。这宫里连顿饱饭都要看人脸色了吗？我的小主，您这都趴了半个时辰了，这御膳房刚送来的糯米藕，再不吃可就真粘牙了，没有口。您说啥？奴婢没听错吧？这天底下还有让您没胃口的事儿？夏儿，你说这男人是不是都挺会记仇的？您是说皇上吧？这都从东晋宫回来整整1个月了，皇上那边确实是一次也没翻咱们的牌子。不是吗？奴婢昨个路过御书房，瞧见高公公那脸拉得比驴还高。听说皇上这几日批折子，连御宴都给震裂了好几块。哎呦，喜嫔娘娘，这大晌午的，你怎么能在这头地下晒着呢？消食，高公公怎么有空过来？皇上很忙吧？忙得昏天黑地，可这忙里偷闲啊，皇上总爱对着东修宫一宫带回来一堆玉如意发呆。皇上他说什么了呢？娘娘，这夫妻哪有隔夜仇啊？更何况皇上心里一直念着你。哦，娘娘，老奴多句嘴，皇上那脾气您还不知道，就是个顺毛驴。公公这是何意？您只要低个头认个错，皇上保管好哄得很。这台阶儿，老奴可是给您架好了。啊，算了，为了吃肉，我还是去认个错吧。夏儿，去御膳房。小主，这都几更了，您又要吃酱油鸡？不，给我准备点做玫瑰糕的料，我明天去认错。娘娘这玫瑰糕做的可真走心，这可是您最爱吃的，一会儿见了皇上，您可别自己先给吃光了。去，我这是走个过场，懂不懂？不能不给高公公面子。臣妾参见皇上。你来干什么？不是要出宫当尼姑吗？臣妾做了皇上最爱吃的，不对，是臣妾最爱吃的玫瑰糕，特意拿来给皇上尝尝。一块糕点就想收买朕？你这个月都瘦了，多吃点。这盘野鹿肉是边境刚送来的，鲜嫩嫩。传太医，高公公，快传姜太医！小主，您快瞧瞧，这还没半个时辰呢，库房都快塞不下了。这皇上哪是送补药啊，是打算把国库挪到咱们永安宫来吧？他是嫌我吃的不够多。老奴参见喜嫔娘娘。皇上吩咐了，从今日起，老奴贴身照顾娘娘的起居，娘娘喝哪口水、走哪块砖，都得经老奴的手。孙嬷嬷，皇上不是还生我气吗？皇上那是气娘娘不长心，可对他自个里的种，那是一个不舍得苛待。皇上有旨，喜嫔娘娘需要静养，任何人不得入内，违者杀无赦。皇上，外面那些巡逻的连个瞌睡都不敢打，您这也太紧张。朕不紧张，朕只是不准任何人打扰你和孩子。朕知道你不爱那些客套的规矩，这几月你只管安稳睡觉，那些日常请安，还有各宫那些虚情假意的恭贺，朕全给天下烦你。那我要是馋御膳那口可心鸡，巡逻的大哥能放我出去吗？你想吃，朕让御厨把锅端到你床前来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和贵妃那边都派人来送礼了，说要来贺喜，都被高公公挡回去了，这不太好吧？贺喜？朕看他们是来催命的。这也太重视这一胎了。皇上迟迟无后，恐江山不稳，请皇上过敬宗亲之子为皇嗣。当初他们让朕过瘾，朕砸破了那老东西的头。如今你肚子里有了朕的亲骨肉，谁要是敢碰一下，朕要他全族的命。小主，你好歹用一口，这可是皇上特意叮嘱御膳房做的，说是最开胃。快拿走！娘娘，哪怕是为了小皇子，你也得强忍着吃点啊！这吐了再吃，吃了再吐，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住。再端上来，我吐我的，他长他的。姜太医，我这每天吃进去的还没吐出来的多，肚子里的孩子会不会营养不够？会不会长不大？娘我想过了，娘娘原本的身体底子那是不差的，甚至比常人要深厚许多。
姜太医，这不吃饭也能有营养？娘娘只管放宽心，您现在的状态，孩子想饿着都难。这话外意思我是挺圆润，肉多不吃也饿不死。相反，我这一身的肉全是孩子的粮仓嘛。孙嬷嬷，你听见没？姜大姨夸我长得好呢。是，老奴就说娘娘是有福气的体态。这么多年的饭，确实没白吃。夏儿，你有话就说，嘴撇的都能挂油瓶了。小主，您是稳坐泰山，可外面风厉厉，瞧见各宫的姐姐领妹妹们，那眼神恨不得把咱们永安宫给吃了。他们吃他们的，我睡我的，这宫门一关，谁也吵不着我。娘娘这样想便对了，皇上特意交代过，外面的那些碎嘴闲话，半句也不许传进娘娘耳朵里，免得忧思伤身。皇上，臣妾身子忽然有些不适，许是这风太大了些，吹得臣妾头晕目眩。既然风大，就滚回你的虎宫，关好门窗，穿成这样出来晃荡，是嫌江北的水怀不够愁人，还是嫌御医太闲了？皇上，臣妾只是……高太监，传朕谕旨，贵妃御前失仪，禁足3日。启嫔有孕，那是皇家的大喜事。可皇上龙体康健，你们作为后宫姐妹，也该替皇上分忧才是。娘娘，臣妾今日给皇上送去亲手炖的补汤，可高公公说皇上连门都没让进。一个两个都是没用的。今日李贵人去，明日吉嫔去，本宫就不信这男人的心真能是一块捂不热的石头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刚才派人来说，李贵人新学了一曲琵琶，想请皇上。又来，今天这是第几个了？回皇上，上午是贵妃拦轿，中午是吉嫔送药，这会儿又是李贵人。告诉他们，朕国事繁忙，没心思听什么琵琶，也没心思喝什么补汤。谁要是再敢打着这种幌子来御书房骚扰朕，统统降位处理。起驾，去永安宫，朕去瞧瞧那小胖妞今日吐了没。皇上，您不是国事繁忙吗？怎么这会儿过来了？忙完了，倒是你，外面的兵都要把御书房的门槛踩烂了，你倒好在这儿啃得挺香。他们闹他们的，我这儿有肉吃就行。这天下也就只有你敢在朕面前这么放肆。西南大雨连绵，百姓流离失所。按着祖宗规矩，这时候皇上得带哀家去福禄寺斋戒祈福，安抚民心。朕本不信这些神佛，可如今民怨沸腾，若不去这一遭，福禄寺那边已经准备妥当了，只是喜嫔娘娘自难平。这一去少则半月，朕不在宫里，那些豺狼虎豹。牧羊，朕走后，永安宫的大门紧闭，除了孙嬷嬷送进来的吃食，任何人送的东西都不准碰。皇上，您这都说第8遍了，臣妾就在这屋里待着，还能翻出天去不成？朕不在你身边，万事都要小心。记住，朕派了最精锐的卫队守着你，不管外面发生什么，哪怕是天塌下来，你也要守在屋里，以你的平安为重。皇上，您交代了半天都是我，那肚子里的孩子呢？万一有个风吹草动的，您说是保大还是保小？到底是我重要，还是孩子重要？你最重要。这人惯会扰乱我心神。皇上这一走，永安宫那个圆球可就真是落了单了。西南大水，妖孽作祟，清宫出会。说了吗？皇后娘娘和贵妃娘娘说了，这西南水患不是天灾，是咱们宫里藏一个宫的馊呢。连本宫怕是就要轮到那一位了吧？孙妈妈，外面怎么回事？这铃铛响得我心慌。回娘娘，皇后娘娘下旨，说是西南水患严重，乃妖孽祸乱宫廷，如今正带着法师各处做法事，说是要彻底清除邪祟。这皇上前脚刚走，他们就开始折腾。孙妈妈，你觉得这事儿是不是冲着我来的？娘娘是有福之人，肚子里还怀着皇嗣。他们即便再想为难，难道还敢明目张胆地冲撞永安宫不成？毕竟皇上临封前可是留了精锐护卫的。也是，皇上临走前那眼神，谁看了不害怕？我且在这宫里待着，不去招惹他们便是。皇后姐姐，这妖气最重的地方可还没去呢。若是放任那妖孽在宫里安胎，这西南的百姓可都要被洪水淹死了。你说的对，为了社稷，为了皇上，这妖本宫非除不可。正是，咱们这是为了民生，便是皇上回来也挑不出错处。参见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，皇上有旨，喜嫔娘娘有孕，需静养安胎，无皇上口谕，任何人不得入内打扰。放肆！本宫乃一国之母，如今西南灾情告急，本宫奉旨出随祈福，你们竟敢拿皇上压我！末将只听皇上圣旨，还请娘娘见谅。好一个只听皇上圣旨！本宫今日倒要看看你们这帮看家犬到底有多忠心！来人啊，非礼了！永安宫的护卫对本宫图谋不轨！贵妃娘娘，请自重！这帮逆贼胆敢冒犯贵妃，败坏公德，给本宫冲进去！若有阻拦，格杀勿论！皇后娘娘，喜嫔娘娘肚子里是皇嗣啊！你们这是要谋害皇室血脉吗？老东西，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给我拿下！放开我！娘娘快跑！孙嬷嬷，你们放开他！皇后娘娘，你这是疯了吗？疯了？
启平，咱们这是在救大周的百姓呢，做法事嘛，总得出点血才灵妙啊！皇后娘娘，臣妾肚子里是皇上的骨肉，您带法师私闯寝殿，就不怕皇上回来问罪吗？问罪？本宫是在救皇上的江山，法师已算出妖孽就藏在此处。启平，你若识相，就乖乖受罚。废话什么？法师还不快动手，让这妖怪现出原形！娘娘，放开娘娘！这些丧尽天良的东西，皇上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哎，快看，他身上长鳞，他果然是个鱼妖。我说怎么皇上迷得五迷三道的，原来是用了妖术。证据确凿，此妖不除，西南水患不绝。来人，给本宫杀了他，为民除害！孩子，他在动，娘亲在，谁也别想动你！我的手，他还咬人！都给我滚！里面出事了，快冲进去救喜嫔娘娘！哟，大人，您这是要往哪儿闯？咱们姐妹几个在这透透气，您要是冲进来，可是要看光了咱们的身子。你们敢进来，本宫就说是你们强闯进宫，非礼嫔妃，到时候灭九族的可是你们！还敢还手，老实点！皇上，莲上，救我！天哪，怎么生了一堆鱼出来啊？快看，它真的是个妖孽！如果今天有幸不死，今日之仇，我沈牧阳一定要千倍万倍的报回来。把他们给朕都抓起来！元山，你终于来了。娘亲，这梦里怎么一股子怪味儿？就是好臭的黑狗血味，那些女人真讨厌。你们是我的孩子，长得跟我和皇上好像。对不起，是娘亲没护住你们，你们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？娘亲，你再不醒来，我们可真要在这儿饿嗝屁了。就是父皇手的胡子都长出来了。醒了，孙嬷嬷，皇上，小主醒了。你醒了？不哭，牧阳，朕在这儿，没人敢再碰你一根指头。孩子还在吗？在，他在。孙嬷嬷的脸，那帮人。哎呦，我的娘娘，您可算活过来了，别哭了。姜太医说了，这一胎稳得很。孙嬷嬷，是我连累了你。连累什么？老奴这叫忠心护主。娘娘你也别想太多，皇上守了您2天2夜。不过娘娘啊，您这真是福大命大。姜太医方才给您号脉还说呢，说得亏娘娘平日里吃得多，这肚皮长得厚实，像层棉被似的保护着胎儿呢。否则那帮毒的一顿折腾，换个身娇出柜的早成血水了。小主，嬷嬷那是夸您呢，肚皮厚，她直接说我胖不就好了。皇上，内河几位大臣已经在御书房跪了3个时辰了。娘娘，您可得宽心，现在外面那帮起哄的传疯了，说您是什么河妖降世，连西南水患都栽在你头上。更过分的是，民间还有人组织请愿，要处死娘娘呢。特别是贵妃她爹上折子闹得最凶，朝堂上就属他最显眼，巴不得现在就把您要处死我。贵妃爹，你不过是踩着我父王尸骨往上爬的奸人而已。原本我可能一直失忆下去的，这一闹，倒让我什么都想起来了。娘娘，怪了，今日一早，参奏贵妃爹勾引外敌的奏折像雪片一样堆到了皇上面前，甚至还有铁证。哦，还有呢？还有更惊人的，密报里说，如今的贵妃根本不是那老贼的亲生女儿，而是外敌之女，鱼目混珠进宫，就是为了生下皇室血脉后谋杀皇上，推外贼血脉上位。窦大策，这么多年了，看来你还记着我们之间的承诺。3天时间，皇上雷厉风行，将贵妃一族连根拔起，杀头的杀头，流放的流放，一个也没放掉。我要见皇上，我是冤枉的，那是本宫的亲爹，他怎么会害皇上？娘娘，路到头了，皇上吩咐留您一个全尸。关于我是河妖的传闻不攻自破，贵妃没了，可这后宫真正的狐狸还没现世。小主，怪事，
凤仪宫那边刚传出消息，说皇后娘娘也有喜了。有喜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这若是真的，皇上怕是要为难了。如果是以前的我，肯定当真。可如今，我想起了某些有趣的。李恩山是什么人，我最清楚。他若不想要，这宫里谁也怀不上。让杜将军的人盯着凤仪宫后角门，守住那个清晨出宫送会物的太监。假扮公公，好歹先把胡子刮干净。皇后，你不仅假孕欺君，还敢在宫里养面首，你把这大周的皇宫当成什么地方了？太后出马果然雷厉风行，那时候她还只是文王，也就是我父王册封的唯一异姓王，身边的一名低微侍妾，真是好久不见了，太后娘娘。小主，皇后那亲爹真是个奇葩，听说皇上的处置诏书还没下，他老人家就迫不及待的又送了个姑娘进宫。这次又是个什么样的角色？角色谈不上，倒是膀大腰圆，听说一顿能吃3只烧鹅，比小主您当年还能吃呢。外面的人现在不会都以为皇上是这样式的审美吧？我那是圆润了些，该丰满的地方比常人过分了些，可我真不长那肥肉横生的样啊！娘娘默契，皇上心里跟明镜似的。这不，皇上正亲自动手呢，那皇后爹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。皇上，证据确凿，皇后之父不仅贪墨西南军饷，还私收赋税，更是在府内残杀，光是上个月就……这罪臣多留1秒都是对大周百姓的羞辱。传旨，斩立决。喜嫔娘娘，以前是臣妾猪油蒙了心，被那贵妃和皇后挑唆，才对娘娘出言不逊，求娘娘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了臣妾这一回吧。道歉，两位姐姐言重了。本宫这人记性不好，就记得那天黑狗血的腥味，还有那些鱼鳞割在皮肤上的疼。娘娘，臣妾等真的知错了，这些薄礼送给娘娘压惊。压惊？本宫可是9死1生。当初你们跟着做那些事儿的时候，怎么不想着本宫肚子里还有个孩子？凭你们这几句不痛不痒的废话，就想本宫原谅？送客，小主罚了，不见外人。好多黑血！不到1个月，后宫里那些曾经伸手想踩我一脚的女人，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，死的死，疯的疯。牧羊阿姐，这事都想起来了吗？大胆李恩山，你明知本宫身份，竟敢强抢民女入宫，该当何罪？我认罪，所以我把这万里江山都赔给你，好不好？还有我的后半生也都赔给你。谁能想到呢？如今杀伐果断的帝王，大石却是个爱哭鬼。我的父王是个好父王，却不是个好皇帝。他任由蛀虫啃食江山，母后困谏无果，绝望自尽。这江山朕守不住了，带牧羊走！杀了前朝皇室，是他们害得我们一子而食，处死那个妖主，处死那帮吸血的皇亲国戚！走，阿姐，跟着我，别回头。恩山，你别吓我，你爹已经当皇上了，他们为什么还要？王不是王，臣却是臣。我爹保住了都城，万民朝贺，可他们唯一的条件就是处死前朝皇室所有人。阿姐在这儿堵着3天，3天内不准出声，我去引开他们。饿了吧？吃了它，跟我走。林老爷，那个偏僻的只有死人的地方，他一个老商户为什么会无缘无故路过？是我安排的。为什么？你身为新皇之子，费尽心思养着一个前朝公主，为什么要这样煞费苦心？我也许知道答案，可我想听你亲口说。阿姐，如果不换个身份，你这辈子都只能活在暗无天日的地道里。我想重新给你一个身份，一个可以光明正大、名正言顺站在我身边的身份。林若飞这个名字很适合你，你以她女儿的身份进宫，在我和母后眼皮子底下，谁也动不了你。至少，我们能护你周全，衣食无忧。所以，什么太后厌食，什么饭搭子，全都是你编的，对不对？什么腰粗屁股大能生，也是太后演出来的戏。阿姐，也不全是假的。母后当年在王府也是整日愁容，她是真的看你吃饭气，她才能跟着多吃些。你知道的，父王登基3日便宣布退位，他江山不要了，祖宗不要了，带着他那个所谓的心上人浪迹天涯，把我丢在这冷冰冰的龙椅上，把母后丢在空荡荡的后宫。这深宫寂寞，若没有一人真心笑出来的人陪着，这日子怎么熬？眼前人不是心上人，即便站在天下人都仰望的位置，为了把我弄进来，你连你亲娘都算计进去了。是母后主动找我的，她说只有把你这个小福星接回来，这宫里才有点人味儿。生了！恭喜皇上，是位小皇子。哎呦，还有一个是个小公主。牧羊，你听见了吗？龙凤呈祥，高公公，你旨，喜嫔在下皇嗣有功，即刻晋升为贵妃。皇上，沈氏出身微贱，入宫未久，直接晋封贵妃，实在不合祖制，请皇上收回成命。不合祖制？朕看你是脑子坏了。沈氏配不上，难道你配？你也能给朕生一对龙凤胎？皇上息怒，老臣是担心。以前朕没孩子，你们天天逼朕过以宗亲，现在朕有了龙凤胎，朕想封谁就封谁。
你们又蹦出来反对，怎么？你们是看不得大周有储君，还是敌国派来的细作，诚心想让朕断子绝孙？皇上息怒，臣等万死。往事如烟，现在的我们都释然了。牧羊啊，恩山那孩子这半个月又是在御书房熬到天亮，这满朝的文官老舅个个盯着你那个贵妃位子不放，说你出身不明呢。母后，臣妾知道，他是在前朝给臣妾当风霜，好让臣妾能在这寿康宫里躲懒。娘娘这哪是躲懒？皇上说了，只要太后高兴，娘娘便是这大周最大的功臣。他在前朝一刻也不敢放松，为的就是有朝便能封我为后，谁也拦不住。皇上，臣妾有个事儿挺纳闷的。说，你到底知不知道，我可是前朝公主，我肚子里出来的孩子，那也是带着前朝血脉的。你这样没命的宠我，连后位都要给我，就不怕我哪天心血来潮，带人造了你的反？我的一切都是你的，这江山，这嫡位，甚至我的命。你想要的话，不用造反，那多累啊！你只要跟我说一声，这一句话的事，万里河山我立马亲手还给你。谁要捡你那烫手山芋？谁要见在的百姓多幸福，有吃有喝，海晏河清？娘娘大喜，娘娘再次有喜了，且从脉象上看，又是双胞之胎。又要好久不能碰你了。李恩山，孩子还在呢，没个正经。当初贵妃和皇后发了疯的陷害我，其实我一点都不担心你会偏向他们。哦，这么信任朕？因为我知道你个秘密，你这人怪得很，除了我，一碰别的女人，身上就奇痒无比，对不对？我10岁那年就发现了，那时我就想，这男孩以后只能属于我了，别人谁也抢不走。我的猜测果然没错，后宫那些女人多年没人怀孕，是因为她根本连碰都没碰过。那些女人为了家族脸面，谁也不敢承认自己守活寡。启奏贵妃娘娘，这是杜将军从北境加急送来的生辰礼。等咱们以后遇到天大的喜事，才准挖出来喝。娘娘，杜将军他是我的好大哥，如果当日救我的是他，或许结局也会不同。可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果？这酒藏得够久的，再久也是过去的事了。李恩山，自始至终，我们都选择彼此。陛下此刻不在宫中陪伴贵妃和皇嗣，竟有闲情逸致光临臣这陋园。你的陋园？这府邸原叫长平侯府，是先帝御赐给你父亲的。这里的桃树好像还是10几年前某人缠着府中老花匠手把手栽的，说是要学那桃园结义的故人，做一番顶天立地的大事。酿得不错，桃花香醇，回味幽苦，这滋味像极了有些人此刻的心境。陛下过虑了，臣心如止水。止水？那你今日为何不去宫中赴长乐公主和太子的抓轴宴？太后念叨了你好几次。牧羊，皇后她也问起，她说大哥是不是军务太繁忙，连进宫喝口酒的时间都没了。臣军务确实繁忙，北京有些不安分，兵部的文书。杜大策，跟朕说话不必找这些借口，朕知道你为何不去。是，臣不去是因为不敢看，也不忍看。看到他儿女绕膝，满眼都是与你相似的影子；看到他提起孩子时，那种你从未见过的属于一个母亲的温软光泽；看到他过得很好，自己当年那点未曾宣之于口的怯懦和犹豫，简直像个笑话。够了，李恩山，你现在是来向我炫耀你的胜利吗？是来告诉我，你不仅得到了江山，还得到了他全部的心，而我连站在远处祝福的资格都没有，只能像个懦夫一样躲在这里喝酒。是，我后悔了。我从他10岁被指给我做未婚妻那天就开始后悔。我那时候觉得她是公主，骄纵任性，我堂堂将军之子，怎能被一个黄毛丫头压着？所以我疏远她，甚至故意在她面前欺负你，只是想让她觉得我不在乎，觉得我这人粗鲁不堪，配不上她。后来前朝乱了，杜家要自保，更要站队。我父亲选择了你吴王做新朝的臣，那时他住在你家里，我知道你喜欢他，我看得出来。我想也好，若他跟了你，或许能活。乱军进城那天，我去找过他，我想带他走，去北境，去没人认识我的地方。可我晚了一步，地道口的痕迹告诉我你已经把他带走了。再后来，听说他失了忆，成了林家的女儿，又进了宫。我知道这必定是你的安排，我只能远远看着，借着扳倒贵妃皇后的机会，为你扫清障碍，也算为他做点什么。我把那坛桃花酿送去，是想告诉他，也告诉我自己，他复是吩咐我该知足了。可陛下，人心要是能听理智的话，世间哪来那么多痴男怨女？今日抓手宴上，我的贺礼是北境3座军阵完整的布防图，和愿意世代效忠杜家的几位老部将的名单，这是我杜大伯能给出的最理智的贺礼了。杜将军，你可知你与朕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不是身份，不是运气，而是胆量。
你喜欢他，却从不敢让他知道。你为他谋划，却总要假借君臣大义、朝堂之争的名义。你连自己的心意都不敢堂堂正正的面对，又如何敢去争一个你心爱的女人？又如何有胆子去给她一个未来？你以为朕不知道你那点心思？从朕第一次看到你看他的眼神，朕就知道。可朕不担心，朕甚至乐见其成，因为朕确信，无论你做什么，他最终看到的选择的只会是朕。因为朕从决定要他的那一刻起，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了他，也告诉了自己，她是沈牧阳，她不是什么前朝公主，也不是谁的替代品，是朕李恩山此生唯一想要也必得到的女人。为此，朕可以算计天下人，包括朕的母后，包括你，甚至包括他自己。朕今日来，不是听你诉阴长，也不是向你炫耀。牧阳心中坦荡，把你当作义兄，朕亦敬你为国之栋梁，更是少年时的对手与朋友。这些醉话，今夜出了这桃林镇北当从未听过。你的贺礼，朕收下了。大哥，这是恩山。杜大策，你该走出来了。北京需要一位真正心无挂碍的统帅，朝廷也需要一位目光长远的将军。朕的江山需要你，就像当年需要你父亲一样。不要让那些已成过往的倘若再绊住你的马蹄。母后前几日提起镇国公的独女，品貌才华俱是上佳。前年随父驻守边关，一身骑射功夫不输男儿，性子也爽络。你若愿意，朕可为你牵线。臣谢陛下关怀。北京军务，臣必尽心竭力，不负陛下所托。至于婚事，且容臣再想想。杜大策，这可是我亲手编的，保平安最灵了，塞给你，你就拿着，敢丢了试试。我从未带过，却也不曾丢弃。牧阳，此间桃花年年盛开，望你岁岁如清朝，欢喜无忧。兄，策。够了够了，哀家这胃口就这么大，再吃该积食了。你这身子又快6个月了吧，还日日往我这老婆子这儿跑，也不嫌累。皇帝就没说你不懂事，由着你这么折腾。母后这可是冤枉皇上了，他巴不得我多来陪陪您呢。皇上总说母后看见我就心里高兴，病也好得快些。至于累，这2个小家伙倒真是乖巧，比怀长乐和程记那会儿省心多了，想必是知道心疼亲娘。哀家当初是没看走眼，你果然是个有福气能生的。程记那孩子虎头虎脑的，简直跟皇帝小时候一模一样。长乐更是浴血可爱，那小嘴甜的。哎呦，想起那孩子叫皇祖母的声音，哀家这心里啊，就跟喝了蜜浆子似的。太后今日精神似乎格外好些，怕是有话要说。你们都退下吧。牧阳啊，有些事儿压在哀家心里好些年了，以前觉得没必要说，现在总觉得该告诉你，趁着哀家脑子还清楚，皇帝也不在。母后您说，儿媳听着。你知道先帝，也就是恩山的父亲，他心里一直有别人。哀家这个皇后是他登基时为了平衡朝局不得不娶的，他待哀家相敬如宾，却也仅此而已。他心里装着的那个人是早年间在江南遇到的一位民间女子，可惜身份悬殊，终究没能在一起。先帝继位后第3天就禅位给恩山，带着那女子云游四海去了，留下哀家守着这偌大的皇宫和一个尚未弱冠内忧外患的儿子。所以当恩山10岁那年，浑身是血，半死不活的把你背回来，哭着求哀家一定要救你。母后，救救他！那时候哀家就明白了，这孩子像极了他父亲，是个死心眼的痴情种。可恩山比他父亲幸运，他想要的人就在眼前。虽然你当时的身份碍眼，但并非完全无路可走。母后这些年辛苦您了，为了护着我和皇上，您费了多少心神？傻孩子，说什么辛苦？哀家是过来人，见过深宫里多少求而不得的苦。更何况哀家第一眼看你，瞧你在廊下饿得肚子咕咕叫，眼睛却亮晶晶盯着剩菜的模样，哀家就觉得投缘，那是真香啊！哀家这多年没滋没味的胃口，硬是被你给带起来了。所以后来恩山提出那个计划时，哀家是全力赞成的。那个林若飞，哀家亲自去谈的。他那亲生女儿本就活不过急逼，用一个注定早夭女儿的身份换他林家后半世的安稳富贵，他这种老狐狸求之不得。林家女士算计，你顶替他入宫，在哀家眼皮子底下谁也伤不了你。还能你们2个小儿女朝夕相处，培养感情。至于后来让你使劲吃养的珠圆玉润，看起来宜生养，再让哀家那直肠子的妹妹进宫点破，逼得皇上不得不顺水推舟纳了你。这虽然有堵堵朝臣之口的考量，但更多哀家和皇帝的一点思想。我们呐，都想早点把你名正言顺的留在宫里，留在恩山身边。快起来！你这傻孩子，你现在是有身子的人，仔细伤着哀家的小孙儿。哀家今日跟你说这些陈年旧事，可不是要你感激哀家。哀家是想让你知道，恩山那孩子对你
是真真切切用尽了心思的。你只瞧见他当年少年登基，皇位有多不稳，外头那些权臣个个虎视眈眈，内里宗亲又在背后掣肘。那时候他只要对你表现出半分特别，你沈牧阳早就成了那些人的刀下魂。他只能故意冷落你，甚至在外人面前嫌弃你，才能让那些盯着他的眼睛放松警惕。你不知道，你刚有孕那会儿，他表面上云淡风轻，可每夜回到御书房，他都要偷偷把太医院那些生涩难懂的典籍翻个稀光，生怕补药下重了，又怕你身子母彩。就那么只身一人，深更半夜跑到你寝宫外头站着，一站就是半宿，哪怕只听听你的呼吸声，他才能安稳的回去补那1-2个忠臣的觉。这些他这辈子都不打算让你知道。如今好了，外戚已清，朝帐局也稳了，你们又有了一对双生龙凤，这皇后之位，哀家看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牧阳啊，以后好好跟他过日子。他性子闷又汪氏，有时候可能嘴笨不懂表达，但他的心里头满满当当装的除了这山河便是你了。他这人你多担待些。儿媳明白，能遇到皇上，能遇到母后您，是牧阳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那就好，哀家这心里总算踏实了。哀家这身骨头累了，想歇会儿，你也回去歇着吧，快走吧，别累着哀家的小孙孙。母后您放心，这一辈子我定会替您，替他守住这份安然。看什么这么入神？你看成绩，这张画的是他抓龟的时候，那时候他才多大点，就牢牢抱着那方小玉玺不撒手，谁哄都没用。这性子简直跟你一模一样，从小就是个有主意的。这小子确实比他父皇强。朕当年抓周，第一手抓的是把木剑，被太傅私下里念叨了好些年，非说朕是上武轻文。那照这么说，长乐抓了支笔，岂不是要上文轻武啦？那不一样，朕的公主想抓什么便抓什么。她若是抓了支笔，朕便给她修最好的书院；她若是想要天上的月亮，朕也想法子给她摘下来。皇上这般宠着，仔细以后把她宠坏了。朕的女儿就是骄纵些又何妨？就像她母后一样，在朕这里永远有骄纵的权利。没个正经，别乱动，孩子在里面听着呢。他们才多大，哪里懂这些？今日母后都跟你说了。皇上，那些事你为何从来不对我说？说出来有什么用？无非是徒增你的烦恼和愧疚罢了。牧阳，朕为你做的那些事，朕要的从来都不是你的感情。那你要什么？朕要你心甘情愿地留在朕身边，要你像现在这样，眼里心里只有朕和我们的孩子。朕要你平安喜乐，日日展颜。朕还要你永远别再想起那些血腥阴冷的过去，你只管朕的皇后，朕的皇后。笨蛋，你真是个大笨蛋连山！我早就是你的沈牧阳了。从你在西洋阁穿着那身大红喜袍亲自被我上轿的那天起，从我为你拼命生下程少和长乐那天起，从我肚子里再次怀上你的骨肉那天起，不，或许更早。早在我失了记忆，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却唯独觉得你熟悉，觉得你值得信任的那天起，我心里就再也装不下别人了。牧阳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活下来，谢谢你来到我身边，谢谢你愿意爱我。皇上，臣妾还有一事不明。何事？你说你除了碰我，一碰别的女人就会浑身奇痒难挨，这毛病如今可好些了？这个，御医说此乃心疾因情而生，恐怕难以根治。哦，是吗？那真是辛苦皇上了。为了这治病之方，只能日日宿在臣妾这甘泉宫里，皇上可会觉得一烦？沈牧阳，你如今是越发胆大了，敢戏弄朕。臣妾哪敢啊！臣妾这不是为了皇上的龙体着想，毕竟这心疾若是一直治不好，如何为皇家开枝散叶？先帝当年可是给皇上留了不少好榜样的。朕有你就够了，子嗣之事顺其自然吧。若肚子里这2个是儿子，便让他们兄弟齐心；若是女儿，朕便再多努力，总得给成绩添个弟弟，将来好帮他扛起这江山社稷，那便是朕的福气。咱们就多养几位公主，把她们宠成这天下最幸福的姑娘。皇上这话说的，合着臣妾在您眼里就是专门生孩子的？睡吧，朕就在这儿，哪儿也不去。原来这就叫圆满。阿兄，快想想法子呀！咱们是藏到父皇那把大椅子后头，还是钻到母后榻底下去？榻下不成母后睡着呢，钻进去会吵着肚子里的妹妹们。父皇那椅子后条也太显眼了，高公公一眼就能瞥见。那怎么办嘛？夏尔哥哥马上就追过来了，要是被他抓着告到母后那儿，咱们晚上的苏酪可就没戏了。藏着那个奏折匣里吧，够大。
吃糕糕，可甜了，长乐特意给您留的。儿臣参见父皇，儿臣与妹妹方才只是在玩耍，并未乱跑。吵醒你了，没事，是这两个小屁猴太能闹腾，真正训他们。是不是又去哪儿偷吃，被你父皇抓了个正着？父皇兄，他不给长乐吃饭。朕那是让他晚膳少用些，何曾说过不给饭吃？太医早前就叮嘱过他这几日积食严重，伤了脾胃可不是小事。这样吧，既然肚肚舒服，今儿晚上那碗酥酪就先停了，改喝一碗温热的山楂水。可不可？还好。做了半晌，腰可酸了？酸倒是不酸，就是这书里的负心汉看得人气馁。阿兄，这个字念海，对不对？那是咸，咸带的咸，你昨日才刚背过又忘了。就是念海，大海的海。嘘，别想着，快背。这日子热闹又安稳，真是给个神仙都不换呢。